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查理斯木。今天的主题是三家 AI 创新云服务公司 CoreWeave、CRWV、Nebius、MBIS 以及 IREN。很多朋友来信问查理，本想着抄底这三只 AI 概念股，大赚特赚一笔，结果发现买入之后，他们的股价又跌了15%，现在已被深入套牢中。接下来该怎么办？本期节目，查理将为您深入分析 CRWV、MBIS 和 IREN 公司的基本面，以及 CRI 投资系统对这三只 AI 概念股的走势预测。好，就让我们开始吧。首先，朋友们需要明确一点，这三只股票的暴跌并不是它们本身有啥大的问题暴雷，而是整个美股市场都在11月份正在经历着幅度相当大的下跌回调。美股闪崩的核心原因是美联储官员近期的一系列表态，使得投资者对于12月10日美联储还降不降息心里完全没底了。在11月13日，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行长 Susan Collins 在接受采访时就表示，如果没有劳动力市场显著恶化的证据，他会犹豫是否进一步降息。他强调，当前的美国的通胀压力仍然存在，需要谨慎地采取行动。如果我们看 FedWatch 网站对于12月份 FOMC 会议降不降息的预测，会发现维持当前3.75%到4%利率不变的可能性，已经从11月初的不到30%，大幅上升到11月中旬接近50%的可能。查理的 CRI 人工智能投资系统在9月份分析了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数据后发现，美国的中性利率已经从去年的3.5%到4%，逐步降低到了现在的2.75%到3%左右。这是因为经过过去3年美联储高利率环境的政策影响，绝大多数普通美国人的兜里都没钱儿了，不少人还被企业裁员，丢掉了高薪的白领工作，这就导致美联储的通胀率计算已经出现了失真的情况。现在如果维持3.75%以上的联邦基准利率，就会进一步恶化美国的就业市场，让实体经济在衰退的泥潭中陷得更深。查理再次强烈呼吁美联储的理事们能够体恤普通人的困境，别执着于2%长期通胀率的目标了，请继续降息的进程，让基准利率能够来到2%到3%的区间。当然，如果美联储在12月份它就不降息，对于美股市场而言绝对是灾难性的打击。截止到11月13日，标普五百指数已经从10月底的6920点回撤到现在的6737点，下跌了3%。而标普的125日移动平均线目前在6409点，我们有很大的机会看到标普在接下来几周进一步下探，直到和移动平均线出现交叉的情况。那上一次出现这种行情是在今年3月初，川普关税风波导致的美股崩盘，当时的移动平均线在5849点，而标普在跌到那个位置之后，又在接下来一个月内大跌了大概17%，直到4月9日，川普叫停关税战后，标普百才止跌上行。因此，现在情况就有点复杂了。如果美联储能够及时降息，那么标普百会立刻跳涨到移动平均线之上，那这个交叉就会像蜻蜓点水一般波澜不惊。但是如果美联储固执的维持高利率，那么今年4月份的闪崩再度发生，也是有不小的可能性的。而更让事情变得复杂的是，美国联邦政府在过去43天的停摆，导致10月份的就业和 CPI 通胀数据缺失，这可能也会给美联储在12月的降息决策带来额外的变数，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了。如果我们看11月13日的美股盘面，会发现 CI 投资组合以及查理的朋友们重仓的巨头科技股 Meta，居然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那颗星。它在今天收盘的时候，不仅没有暴跌，反而还涨了0.14%，非常让人感动。当然，我们都知道，Meta 在10月底因为 AI 资本支出花钱太多，已经被华尔街砸盘得很惨，从$750一路崩到了$606，总体跌幅高达20%。今天它终于守住了$600这个重要的关口。查理也希望 Meta 能够 V 型反弹，毕竟 CI 已经重仓了 Meta 和美图秀秀 Matthew。
此外，查理最近有专门和在 Meta 上班的软件工程师朋友们聊过，他们有的做和 AI 直接相关的项目，有些做传统的 Instagram、WhatsApp 的软件项目。查理确认过，Meta 公司的基本面还是非常扎实的。这家通讯巨头也在积极的转型，目标是在短期内推出像 Grok 和 ChatGPT 那样的 AI 爆款应用，而不只是局限于人工智能的基础性研究。通过和 Meta Mates 的聊天，给了查理很大的心灵安慰，让我持有 Meta 股票的信念如入党一般的坚定了。以后有时间，查理也会和大家补充聊一下 Meta 公司的基本面更新，请大家保持关注。如果您还没有订阅查理斯木，请点击小铃铛获得美股的专业投资动态。那除了 Meta 之外，其他科技巨头的跌幅就有点重。可以看到，英伟达崩了3.9%，甲骨文大跌了4%，马斯克的特斯拉更是单日暴跌6.6%。就连之前表现非常强势的谷歌、亚马逊和博通都有2%以上的下跌。只有金融保险业的龙头波克夏哈撒韦和制药巨头礼来股价是涨的，这也反映出资金正在从科技板块流出，轮动到金融保险、医药等传统板块。投资者对于 AI 人工智能的故事可能有点厌倦了，市场也不再觉得大科技公司烧钱在数据中心的建设以及大手笔购买英伟达、AMD 的昂贵 GPU 芯片是可以持续提振 AI 股票的灵丹妙药啦。那至于和 AI 相关的中小型企业的股票受到的冲击就更大一些。我们先来看看 CoreWeave CRWV 公司的情况。它在2017年由 Michael Intrater 等人创立，最初的业务是租赁 GPU 进行加密货币的挖矿工作。公司最开始名为 Atlantic Crypto 大西洋加密货币公司。然而，随着 AI 人工智能工作负载需求的爆炸性增长，CoreWeave 在2020年将业务重心完全转向了云计算，专注于利用其 GPU 基础设施为 AI 和高性能计算提供服务。这是 CRWV 公司的官网，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第一大卖点就是向用户提供一系列英伟达 GPU 的访问服务。这些 GPU AI 芯片经过了优化，能够高效处理 AI 模型的训练和推理工作，还可以进行复杂的科学模拟任务。值得注意的是，芯片龙头英伟达是 CRWV 的战略投资者，目前已经持有 CRWV 大概6%的股份。CoreWeave 的云平台100%采用 NVIDIA 的 GPU 作为唯一的硬件系统，包括 A100、H100以及最新的 Blackwell 系列高端 GPU。英伟达也把 CRWV 的云服务作为首批大规模部署其最新 AI 产品的重要平台，这就可以让 CRWV 保持在硬件配套上的领先地位。那在2025年9月份，CoreWeave 还和 NVIDIA 签订了一份63亿美元的云计算容量合同。协议规定，如果 CRWV 未能将其所有的云计算资源卖出去，那么英伟达将回购其剩余的算力，相当于给它兜底。这份合同会持续到2032年，能够为 CoreWeave 提供长达7年的订单和营收的保障，极大的降低 CoreWeave 在扩张数据中心方面的风险。和微软的 Azure、谷歌的 GCP 和亚麻的 AWS 等通用云服务不同，CRWV 的云平台专门为 AI 工作负载而构建，吸引了做 AI machine learning 机器学习的科研机构、AI 相关的科技公司、娱乐业和生物制药领域的企业选择 CRWV 的云服务。在11月10日，CoreWeave 公司发布了2025年第三季度的财报，总体表现非常不错。公司总营收达到了13.65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大涨134%，也超出了华尔街此前预期的12.83亿美元。净亏损为1.1亿美元，比去年同期高达3.6亿美元的亏损有明显的改善。营收积压达到了550亿美元以上，反映出它的企业客户群体对未来云计算服务的巨大市场需求。然而，CRWV 的股价并没有在财报公布后大涨，反而是单日暴跌6%，这是为什么呢？除了美股市场的大回调之外，核心原因是公司下修了2025财年的全年营收展望。管理层指出，由于在数据中心基础设施方面的建设出现了延误，导致 CRWV 原计划在本财年能够投产运营的 GPU 算力资源
没办法及时交付给客户，也就赚不到预期的收入啦。此外，CoreWeave 正在大规模扩建数据中心，采购价格昂贵的英伟达 GPU。那这些巨大的资本支出让公司的净利润率变得很低，只有负的17.8%，而它的自由现金流在过去一个季度也大幅下跌了187%。在财报电话会议上，公司重申其全年资本支出 Capex 将达到100到120亿美元，比2024年的40亿美元的支出有大幅提升。可以看到，CRWV 股价在过去一个月暴跌了40%以上，截止到11月13日收盘，它的股价已经跌回到78.3美元，和五月中旬的位置差不多，距离其6月下旬的187美元的高点已经蒸发了近60%的市值。更为关键的是，CoreWeave 的下降通道还没有走完。查理的 CRI 人工智能投资系统预测，CRWV 本轮回调的底部位置大概率会出现在65到68美元之间，也就是说，它还可能在现在78美元的基础上再跌个10%到15%左右。如果您还没有买入这家 AI 概念股，现在最好别着急抄底，可以再等几天的时间，至少在周线级别的止跌形态出现之后，您再考虑要不要抄底 CRWV。现在买其实是接飞刀，并不是明智的选择。那更稳妥一些，我们还可以等到12月份，看看美联储表态到底是降息呢，还是不降息。如果降息，那我们就可以买 CIWV 这样的小盘股；那如果不降息，那我们绝对需要管住自己的双手，等到2026年再看看情况。如果您已经持有了 CRWV 的股票，现在也别急着加仓降低成本，最稳妥的方法还是稳健持有，就别管它。等到12月份或者2026年年初，如果美联储有降息消息的释放，CRWV 等一众网红股肯定会有疯涨的机会。届时我们再考虑要不要逢高止盈，或者降低这些高风险、高波动股票的仓位。现在如果割肉亏损卖掉，可能也不是最佳的选择，需要更多的耐心和意志力，有 Diamond Hand，但千万别加仓哦。如果我们看 CIWV 的 EPS 增速情况，会发现公司在25年第四季度以及26年第一季度还会持续净亏损的状态。但是别急，到了2026年第二季度，CoreWeave 就可以实现扭亏为盈，届时它的股票很可能比现在的价位要高不少。已经买入的朋友们，只要控制好仓位，最好别超过总仓位的2%，然后就耐心持有即可，无需过分担心。目前，华尔街的机构分析师对于 CRWV 的股价走势，有一半是强烈买入的看涨观点，另一半是持有的中性观点。总的来说，机构对于 CoreWeave 的前景还是比较有信心的，打个80分不为过。机构给出的一年平均目标价格在133.5美元，比现在不到80美元的股价有超过65%的巨大上涨空间。查理认为，随着美联储在2026年5月底更换新的主席，届时我们可能看到联邦基准利率持续下降到2%左右，绝对利好像 CIWV 这样迫切需要融资的中小型企业，因为他们的贷款利率可以大幅降低，潜在的收益率也能够有大幅的改善。总的来说，如果我们忽略到接下来几周的短期噪音，而 focus 专注在1年后的长期远景的话，查理对于 CRWV 股价重回到100美元以上还是很有信心的。当然，如果您想买这只概念股也没问题，但是请一定等到 CRWV 的价格下跌到65美元或者更低，并且有止跌形态之后，再考虑要不要买入。而且，朋友们一定要控制好资金比例，把持仓的权重控制在2%以内，来降低咱们整体投资组合的风险，这样做比较好。那聊完了 CoreWeave，我们来看看套了查理朋友的第二只 AI 云股票 NBIS。Nebius Group 是一家在 AI 时代快速崛起的云计算基础设施公司，其背景和业务模式与 CoreWeave 的非常相似，都是专注于提供 GPU 加速计算能力的 AI 专有云，英文名称 New Cloud。NBIS 的技术团队来源于俄罗斯的科技巨头 Yandex 公司。核心成员曾经在 Yandex 位于欧洲和以色列的云计算部门长期工作过，有深厚的软件、硬件和大规模数据中心的运营经验。在2022年俄乌冲突之后，迫于地缘政治的压力，Yandex 把云服务相关的业务分拆出来，
变成了现在的 Nebius 公司。目前，NBIS 的总部设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专注于欧洲、美国和以色列的云服务市场。在2024年12月份，英伟达也参与了 NBIS 的融资。目前，NVIDIA 持有 NBIS 公司大约0.5%的股权。和 CRWV 很像，NBIS 也完全依赖于英伟达的 GPU 及硬件系统。它是最早部署 NVIDIA Blackwell Ultra GPU 和 Quantum X800 InfiniBand 网络系统的云平台之一。在过去2个月，NBIS 陆续公布了和微软、Meta 这两大科技巨头的长期合作协议。与微软的合作中，NBIS 将在2025到2031年持续向 Microsoft 提供 GPU 云计算服务。公司在美国的新泽西州建有数据中心，会为微软提供专属的 GPU 算力资源。合同的总金额最高可达到194亿美元。NBIS 的 GPU 服务将从25年下半年开始分批部署和启用。这笔巨额合同可以帮助微软缓解其在 Copilot、Azure、OpenAI 服务在算力峰值时的压力，也是微软租赁算力以加速 AI 基础设施扩容战略的关键环节。此外，NBIS 还将为 Meta 提供 AI 基础设施服务，总价值为30亿美元左右。那在未来5年，Nebius 将为 Meta 构建和部署运行 AI 大模型所需要的高性能计算能力。毫无疑问，NBIS 的算力资源目前也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科技巨头们如果需要扩充算力，Nebius 绝对是他们的首选之一。那和 CRWV 的情况一样，NBIS 在11月11日的财报公布之后，股价持续下跌。过去1个月，它的价格已经从129美元大幅跳水到现在的87美元，市值蒸发了1/3。根据技术面的测算，CRI 投资系统预测，本轮 NBIS 股票的回调底部位置大概率会出现在68到73美元的范围。也就是说，我们还可能看到 NBIS 有差不多16%的跌幅。对于还没有买入 Nebius 的朋友们，现在千万别着急去接飞刀，不然被套牢的风险比较高。好，我们接下来看 NBIS 的 EPS 增速情况，可以看到它的净亏损在2026年和2027年还会持续的扩大，这是因为公司需要巨额的资本支出用来建设新的数据中心和购买能源供应系统。虽然 AI 算力的市场需求在接下来2年还将保持很高的状态，但是因为公司的债务压力在飙升，我们很可能看到 NBIS 在接下来几个季度有比 CRWV 更大的波动，投资朋友们需要特别的小心。机构分析师对于 NBIS 这只股票给出评级的人很少，目前只有7位分析师给出了目标价格。可以看到，有5位给出的是强烈买入，而且他们给的评级目标价非常高，在159美元左右，比当前的市场价格高出了80%以上。查理不认同这些分析师给出的预测价格，这是因为 NBIS 在2026年的净亏损会比2025年多217%，而到了后年，也就是27年，NBIS 的亏损还会比26年多33%。考虑到资本的没有耐心以及华尔街的嗜血本性，我对 NBIS 在明年的走势不抱乐观的态度。那目前 CRI 系统给出的比较安全的买入价格在50美元左右，比现在88美元的价格居然还要低了43%。朋友们需要特别小心这个大幅下跌的风险。反正我个人是不会买 NBIS 的股票，因为它的基本面非常不确定。好，聊完了 CRWV 和 NBIS，我们再来看看最后一只套牢小伙伴的 AI 概念股 IREN。这家公司成立于2018年，总部位于澳大利亚的悉尼市。最开始，IREN 也是一家比特币挖矿企业，但从2024年12月开始，它逐步把业务重心转移到了 AI 算力服务上。IREN 特别之处在于，公司专注于使用低成本的可再生能源为其数据中心设施供电。这是因为 IREN 的数据中心主要位于美国和加拿大的偏远地区，包括加拿大的 BC 省和美国的德克萨斯州，那边的电费要低很多。此外，IREN 还对外声称，公司有大量周边土地的电力连接权，也买了不少土地囤在那儿，有助于其在未来快速扩张它的业务。那和 CRWV、NBIS 最大的区别在于
IREN 有着双引擎的业务模式。首先，他家的比特币挖矿业务还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IREN 使用高效率的 ASIC 矿机，利用了低成本的绿色电力资源，有效降低了挖矿成本，能够以更低的价格获得新的比特币。那挖矿业务赚到的现金流就被公司用于其在 AI 基础设施上的 CapEx 资本支出，以支持其 AI 云服务的扩张。IREN 在今年8月宣布获得了英伟达的 Preferred Partner 优先合作伙伴的地位。他向 NVIDIA 下了大的订单，采购 H100、GB300和 Blackwell 系统等先进的 GPU 芯片产品。在11月初，IREN 还宣布和微软签订了一份价值97亿美元的 AI 云服务合同。在这三家 AI 专有云平台之中，查理最看好 IREN 公司的发展前景，这是因为它有比特币挖矿产生的现金流，不需要大规模借贷融资来扩张 AI 基础设施。这也就意味着 IREN 的资产负债表会比 CRWV 和 MBIS 好看得多，它的 EPS 增长也会更加的稳健，值得投资者放心买入他家的股票。当然，和 CRWV、MBIS 一样，IREN 近期股价也有大幅下跌，单月蒸发了35%的市值。目前，查理的 AI 投资系统预测，IREN 的底部位置可能出现在33到39美元每股，比当前50美元的价格还有22%的下跌空间。朋友们，如果有兴趣买入 IREN，也别着急，可以再观望几天的时间。如果 IREN 能够回撤到45美元以下，可以考虑建仓买入。当然，还是老规矩，尽量控制它的股票比例在总资金的2%以下。毕竟属于高速成长中的小盘股，它的风险要远高于行业龙头类的股票。如果我们看 IREN 的 EPS 基本面情况，会发现它的 EPS 每股净利润在2026年居然会比今年有高达166%的惊人涨幅。考虑到 IREN 的市值只有137亿美元，而它的本益比是24.5，其他两家的本益比都为负值。CRI 投资系统建议买入 IREN 这只云服务的概念股。那华尔街的分析师对于 IREN 的前景，大多数都是持有乐观的态度。在11位分析师中，有70%的分析师给出了强烈买入，机构的平均目标价为85.7美元，比当前50美元的价格要高出72%，非常不错。CRI 投资系统建议，朋友们如果有小仓位，可以考虑在45美元以下买入 IREN，并做长期持有的准备。好，我们小结一下 AI 专有云平台的御三家 CRWV、MBIS 和 IREN 的股票分析。CRI 投资系统建议可以在45美元以下抄底买入 IREN 的股票，因为它的 EPS 在接下来2年有很不错的增长空间。IREN 的比特币挖矿业务能够持续为 AI 数据中心建设输血，比单纯的举债融资风险性要低得多，而且 IREN 有更便宜的电力能源供应体系，这可以大幅降低它的云服务运营的成本，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公司。那对于 CRWV 系统也是买入的建议，因为它的 EPS 净亏损在2026年会比今年要收窄，这意味着公司扭亏为盈是可以实现的小目标。那如果 CRWV 的价格跌到65美元以下，并且出现了至少周线级别的止跌形态，朋友们也可以小幅买入。那对于 MBIS CRI 系统，不建议大家碰他家的股票，因为 MBIS 由于业务扩张的需要，它的 EPS 在接下来2年会连年的亏损，财务报表会很难看，股价也有强大的下行压力。如果您已经买入了 MBIS，也可以考虑 sell at loss，割肉卖掉，转而把资金换仓买入 IREN 或者 CRWV 的股票。这样操作的好处在于可以帮你抵税，如果你人在美国的话。当然，如果投资朋友们觉得这3只股票的波动性太大，那最稳妥的选择就是不买它们，把资金用在买入 Meta、亚马逊甚至特斯拉上，都是更安全的投资，完全没毛病啊。如果您真的想买 IREN 或者 CRWV，查理在这里也强烈建议把仓位控制在2%以下，这样才能拿得稳、睡得香，是不是？好，接下来是11月13日 CI 投资系统的最新持仓配置。我的 AI 系统会根据每天更新的金融数据，包括标普500的指数的走势、美债利率的变化、全球央行的流动性
大宗资产价格的波动来对美股短债、黄金和比特币的持仓做出必要的调整，或者维持不变。和上周一样，系统还是维持最大的进攻性，把93%的资金分配给美股指数或者有上涨动能的个股，把7%的资金分配给比特币 ETF、IBIT 或者 FBTC。目前所有的美股指数，包括标普外动量指数 SPMO、标普 Y 指数 SPYM、纳斯达克100指数 QQQ 和科技板块指数 IYW，都接近或者低于 CRI 系统给出的买点。投资朋友们可以考虑逢低买入这4大指数，或者是其他的像 VGT、QQM 和 IWB 等指数也都没问题，因为这些指数的选股高度重叠，都是大科技加上其他行业的龙头股，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那在个股方面，系统推荐了3只股票，分别是 Meta、波音和 Pinterest，他们的买点也在绿色括号内标出来了，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此外，比特币 ETF、IBIT 或者 FBTC 也可以考虑逢低买入，但是 CI 系统对于比特币的信号依然是持有的信号，因此朋友们最好控制好 IBIT 的仓位，控制在总资金的7%以下，不然比特币的价格跌起来也会是很猛的。最后是 CII 投资组合的最新持仓情况。可以看到，查理在前几天买入的联合健康 UNH、沃尔玛以及 SoFi 的股票都有不同程度的盈利，特别是小盘股 Shoulder Innovations，它的主要产品是肩关节置换手术中要用到的医疗器械，是一家非常有潜力的公司。SI 的股价在11月12日第3季度财报公布之后，因为其营收展望大幅提升，股价单日瞬间跳涨30%。查理在9月中旬的节目中有专门介绍过 SI 公司的背景和发展情况，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翻翻看。个人还是很看好这家市值不足3亿美元的小公司，在接下来几年的强劲表现，搞不好到了2040年代，Shoulder Innovations 能够发展成为像 ISRG 那样的医疗科技巨头，我们就拭目以待吧。目前，机构投资者对于 SI 的目标价都设在了18美元以上。现在 SI 的股价只有不到15美元，在短期内还有超过30%的上涨空间，是一个很不错的小盘股。那我们在11月12日有部分止盈了 SoFi 和 SI 的股票，把获得的资金用来逢低加仓了 Meta、Pinterest、Matthew 和 Figma 的股票。交易结束之后，CI 投资组合的前5大持仓分别是 Meta、亚马逊、美图秀秀 Matthew、比特币 ETF IBIT 和标普百动量指数 SPMO。希望美联储在12月份能够持续降息，为接下来的圣诞行情提供足够的流动性。当然，如果美联储12月份不降息，我们也无需特别担心，因为到了2026年的1月27日，下一次 FOMC 议息会议上，美联储大概率还是会持续降息的进程。查理也会持续为朋友们带来 CI 组合持仓的更新情况，请大家保持关注。好，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查理的个人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您对于美联储在12月是否会降息有什么想法？美股即将迎来的是圣诞行情的 V 型反弹，还是持续下跌的大崩盘？创新云平台公司 CIWV、MBIS 和 IREN，你看好谁家的发展，还是都不看好？请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讨论。如果我的节目对于您的投资决策有帮助，请您多多点赞、分享和评论。查理非常感谢朋友们一直以来的支持，祝您投资愉快，生活顺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